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推心置腹，我是元英。今天依旧是我们的中医板块啊，依旧是我们的左营竹大夫。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不好啊，各种睡眠质量的问题。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左营竹大夫啊，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呢叫他哥哥，因为竹嘛，两个哥，是一个胖了的竹。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铃兰中医课程总监。社恐啊，但是呢社恐也不耽误，他是个话唠最毒的 INTJ， 包蓉蓉医生团队相声接班人啊，是个边搞教育边出诊的斜杠中医。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对，上期我们聊了熬夜，今天我想了想那我们还是吧，可着一个羊毛薅一薅啊，让他继续讲一讲睡眠问题吧。毕竟上一期有很多的同志们在评论区留言说啊，我是熬夜听完这期熬夜的。对啊，大家很好哎，大家真的很养生，大家一边听一些养生知识，一边不睡觉。对，因为规律的作息固然健康，但熬夜的玩命感实在精彩嘛，对吧？对，我们也是在最近的几期里面发现大家在生活中睡眠问题，对，是的，其实不是主动熬夜，而是真的睡不着。对，就很多人是入睡困难嘛，对，但是其实醒这个事儿要比入睡困难还要更多一些，对不对？对，因为在你的那个评论里，我可看到了好些。哎呀，3点醒啊，1点醒啊，那么我们就从几点入手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要了亲命的睡眠质量。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醒来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据我的观察啊，大部分的人常见的早醒有2个时间段，一个是凌晨的1点到3点，一个是早上的3到5点，对吧？就是你上次说的你容易醒的那个点儿。对，先说3到5点醒吧，从你开始。好，咱上次说了，这是肺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肺经它最需要能量和气血供应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给它供应，或者是你没有足够的气血给它供应的话，你就会容易睡不好惊醒。那这种情况往往和你肺的问题有关，比如说有的人他是鼻炎，好，包括我们其实在那个前一段时间，尤其是反复流感和之前新冠的时候，有的人是因为咳嗽，他咳嗽的时候往往会在3到5点把自己咳醒，就是我们门诊上见到的其实蛮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其实一方面要去治它原发的这种肺系的疾病，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治鼻炎，有的人是那种打呼噜，或者甚至是把自己憋醒的那个点儿。是那种是要治鼻炎的。那不能治失眠。有一些人是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症啊，对，你应该听过。他就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他喉咽鼻咽的这个地方的肌肉会下来，就是他会堵住他的那个气道，导致他憋醒。有的人是因为痰，就是我在我们中医的讲法里面，有的人是因为痰。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需要通过治疗这种原发的肺系疾病的，还有让你的屋子里面的绿植少一点。就真的，如果屋子很小的话，然后它又放的绿植比较多的话，确实会抢氧气。这个往外放一放，也会对它的这个就睡眠有改善。比如说，如果你本身容易胸闷气短，甚至有的时候心脏会不舒服，或者容易出虚汗，出汗特别多，那有这种情况一般是肺气虚，你说明你本身就虚，不是人家跟你抢的问题，你自己就不够。那这种时候你可以考虑喝点黄芪。那本身如果你也再有点痰，或者你平时又觉得有点堵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去拍一拍肺经。就是肺经怎么去疏通这个淤堵呢？叫做心肺有邪，其气流于两肘，在这个肘窝的部分，我们每天要去多去拍这个肘窝的部分，然后就可以有利于你肺气的疏通。然后另外一个点，这个是我跟高荣老师在跟诊的时候学到的，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3到5点容易醒，这个事儿是我们大夫没有办法干预的。因为这个事儿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老师经常摸脉，然后摸完了之后他问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3到5点钟容易醒，然后说或者他直接问，他说你最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你怎么还能把出人家换工作了吗？对，但是实际上这个也确实是，就是他会说到近期内如果有重大的事项或者是一些这种生活中的变动，不论是换工作啊，或者是你有接了重大的项目，然后就会容易到这个肺经当令时的时间去醒。还有这种心理问题导致的生理问题。对，然后这种呢，一般我们就是说
老师就会说好了，你换好工作之后就可以了，这个你先不用考虑，没关系，你忙完这段就好了。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凌晨的1到3点醒，是肝经当令。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不仅仅是睡眠，不仅仅是早醒啊，很多肝经有问题的人，他可能会表现为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定时发作的腿疼。我以前接过这样的患者，他就是1到3点腿疼醒，他以为自己腿有毛病，他腿确实也有毛病他就是他的症状就表现为疼，那个点儿腿凉特别疼，还有就是到1到3点醒，然后醒来胃特别不舒服，呕吐。哎呦，就是他们这些我们都会优先治的时候都会优先考虑肝经的问题，但他自己觉得这是个胃病或者是个腿疼的问题，但是不是的。然后这个时间如果容易醒的话，会有3种类型。我之前想了想，结合我身边的患者和朋友们，有的人呢是醒，1到3点醒了之后就不太容易睡了。这种呢，很多人是平时心情就不是很好，就叫肝郁气滞，他们浑身的气血输血有问题。第二种醒呢，就是他醒来了，而且特别烦，就特别烦躁，然后口干舌燥的。这种人有时候他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或者是他这种醒，他一般不会特别多，而且一般来说是伴着一些什么口舌生疮这种热象。那这种是肝火的过剩。还有一种就是反复醒，就他醒了还能再睡，但他老醒，就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可能甚至醒2、3次，他不是醒1次，他醒来以后能睡着，但你又觉得他睡得特别浅，他会跟你说，哎呀，我就觉得一晚上都在醒醒睡睡，好像又没真正的睡着，但又好像睡着了，就几乎没有深度睡眠。这种人呢，他一般有的还多梦对，他不然怎么醒嘛？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叫做肝血虚这边两边都一起虚了对，就是血不够了，咱上次说的，你魂儿待不住了进去涵养不了了。所以呢，如果说是肝气瘀滞的，我推荐大家就可以，我们说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就是腋下的腋，那我们可以从腋下往下，就是沿着我们的这个肋骨，就肋巴条子往下搓，很舒服。如果是肝郁的人，他会整个往下这样顺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有一种被顺毛了的感觉。从腋窝往下搓，对，就是你拿手掌往下这样往下一推也可以，对，它其实很舒服的。你包括你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样子多去捋一下自己，每天你的整个人心情状态都会变好，亲测有效。比方说当天有特别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带着特别不好的心情睡觉了，那1点多钟1到3点钟醒，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其实就是肝的问题，对吧？真的是会。你如果当天真的是特别生气或者那样，你很有可能那个点儿醒，还有一个点，但是也有可能，如果你睡得晚的话，可能睡不着那个点儿就郁闷到睡不着，这就是肝郁的表现。对。我们说说肝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吧？肝血不足的情况下，第一，晚上少玩手机少消耗，睡前的1个小时，从你哪怕你看手机变成纸质书或者干点别的，泡个脚什么的，对吧？少消耗一点，因为它不是很好养好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你消耗的有可能没有你养的快，主要是。当然你要补的话，可以吃点酸枣仁膏，这个是补肝血的，对，它是直接补肝血的。当然你要说中成药的话，就是枣仁安神颗粒这种。当然还有一个点是晚上11点到1点醒，但我觉得那个点大家都在熬夜，就不说了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胆经的问题，白天敲胆经吧。敲胆经就是大腿两侧那边吗？对，沿着大腿两侧那个中线，你那裤缝线那块。好啊，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就是我小的时候去公园遛弯，就看老头老太太一直在顺自己的那个肋巴条子，然后敲自己的腿，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年纪轻轻就敲上了。我告诉你，人家老年人的智慧那都是有用的，真的。嘲笑早了，天真了吧？那我们聊一聊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觉得
应该还对蛮多人有更多的困扰，就是做梦。那做梦是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表现吗？还是一定要不做梦才是好的呢？先跟大家说一个点，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正常人都会做梦。那彩色的和黑白的无所谓是吗？要求这么高的吗？必须要是彩色电视是吧？就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正常的睡眠里是包含做梦这个部分的。所以大家先不要自我暗示说我只要做梦了就是一定睡眠不好，睡眠质量不好。那做梦其实也是有效的，有用的。做梦呢，我之前研究生的时候，我最后的课题做的是跟老年痴呆有关，它有很多大量的关于记忆和认知的部分。然后当时就还看了一些关于记忆的原理，其中就提到做梦其实是有助于你整合知识和记忆，形成长时记忆的。包括它会，你的大脑在你睡觉的时候会帮你该归置的归置，形成一些突触，对吧？清除一些不必要的信息，让你遗忘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对吧？或者这是一个主动的遗忘，你会发现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自己不记得了。然后所以它也有助于调节你的情绪。对，有时候觉得哎呀，睡前特别生气，特别烦，然后睡后之后就又是新的一天了。对，睡眠可以修复。对，那这是西医解释的部分。从中医来看，那我们梦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要用梦来评判睡眠质量的话，我一般会问3个点，就是你都做什么梦？你做的梦就是咱们做梦频率多不多？大概是个什么频率？然后醒来了之后是否能记住？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我们人一辈子或者每天晚上做大量的梦，自己是不记得的。其实你觉得眼一闭一睁，一夜过去了，实际上你是做梦了的。只要大家就去戴那个运动手表嘛，都可以看到自己是有快速眼动期的。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我一夜都没有做梦啊。实际上是因为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记得那个梦了啊。能忘得这么干净吗？是的，非常干净呢。我好像每天醒来我都会回味一下我做的梦呢。我们大纲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我做梦梦见的，然后醒来补充了一下。什么？真是不敢置信呢。来，那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这不同的梦，不同的有什么含义，是吧？对。那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做梦这件事儿呢？为什么要问梦的种类？因为我们中医会把梦分为几个部分，叫做天地梦、人事梦和身体梦。就是天地梦是我们身体和天地感应，因为这种比如说季节的变化呀，或者是因为这种天地之间自然之气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啊，磁场变化之类的。对，这种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做梦。比如说冬春之交，比如到春天有一些节气的时候，人可能就是更容易做梦的。它那个春的生发之气可能会让你木气比较盛，让你就会梦到比如树林呀或者这些生发之象。包括磁场真的是对人有影响的。今年地磁暴特别多，好多人睡不好。确实是是的呢。地磁暴那几天好像大家普遍反应就是睡得不好，很累。对，睡得跟没睡似的。对，就是我们人受到天地的影响，这没办法，你知道吗？好神奇。对，所以中医怎么认识做梦呢？叫做天地人事六淫七情五脏六腑感而扰之，则魂不安于舍，游荡而出，飞扬忘形，和睦成梦。就是无论是天地还是我们每天白天这种社会的人事儿，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每天的什么六淫，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影响了我们的脏腑，或者是我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影响了我的脏腑，都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的功能和气血的状态。不同的气血状态就会带来做不同的梦。那只能说梦是无论你白天多么佯装的情绪稳定，梦都是很真实的。梦就是很真实的，会反映你的身体状态。所以周礼里面我们会有分成6种梦。第一种就叫做正梦，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无所感而自梦，叫做你梦了但是你不记得，无所感。第二种就叫做噩梦，有所惊而梦，就是你梦且害怕，甚至是因为害怕因为受惊而做这种梦。比如有人看恐怖片之后做噩梦。
第三种叫思梦，因于思意而梦，你就白天一直在想事儿，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有的人他就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吧？第四种叫做悟梦，就是因觉识所为而梦。啥意思？这种其实是那种叫白日梦。白日梦啊，白日梦也算好的。喜梦还有因为所好喜欢的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特别想要这个东西啊。哎呀，高蓉蓉又梦到哭泣包啦！哎呀，你不要在这里，他会听到的。然后第六种是因为惧梦，也是因为恐惧而做梦。不敢相信他听到这一期是什么反应。因为他会欣然接受，欣然接受。他说我梦的不是那个，我梦见白胡子老爷爷传授我医术来着。对，好，上进高蓉蓉就是很上进呢，确实有呢。然后梦里不同的内容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其实人家都是拿这个是吧，占卜算命判断运势，我们这边就不解梦了，我们可以拿它来解身体的状态。所以我们《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章讲作淫邪发梦，就是说我们的邪气。当时皇帝问他的老师说，你能给我讲讲这个邪气怎么样侵犯人体吗？他老师就跟他讲说，你那32个老婆休了吧。哎，等等，是什么东西？不要这样。他就说我们这个邪气从外面侵入人体，有时候是没有固定的侵犯部位的，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向内侵犯脏腑，就与营卫之气一起在体内流行，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魂魄不够安定，那就会睡卧不宁而多梦。它原文是说，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所以我们不同的梦是他后面就在讲，皇帝就问他说，那你能够给我讲讲具体的这个有什么征象吗？他老师齐伯就跟他讲说，不同的梦就代表不同的脏腑的问题。比如说上盛则梦飞，大家应该好多人都做过这种梦。那个课代表小本准备起来了啊。对，来，哎，没关系，听听就可以了。对，第一个梦飞啊，梦飞，梦飞，哎，非诚勿扰的梦飞。你应该做过这样的梦，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做过这种飞翔之类的梦，觉得特别飘忽，特别轻松，对吧？这种我们一般说是上面的气比较多，比较足，这是我们说的正常的情况哈。这种我觉得是小孩比较多见，就从我观察，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更多一些，所以小时候小朋友更容易梦到那种特别自由、特别快乐，然后飞翔的，像那个彼得潘一样，是吧？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梦。对。然后长大了之后，你肉体把生活的重担拖垮了你们，就飞不起来了，真的飞不起来。你会发现，长大之后你们这样的梦都会变少。对，很少很少，偶尔做一次能回味好几年，真的都飞不起来了。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会梦飞哈，就是饮食不当也可能会叫做。当时我是在那个《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孙真人写的说，15味必不得暴嗔，多则令人神经，夜梦飞扬。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大家应该会有那种，就是今天晚上吃特别多或者吃的不太好，就睡不踏实，胃特别难受，然后不太踏实的那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里面有一部分人他也可能就吃的太饱了，他那个气儿整个都堵在上面。然后他也有可能会去梦这种梦飞。哇，他这个燃料很充足。哎，对，就他的气儿顶在上面。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会梦见什么呢？就是被别人追赶。对，哎，这就太常见了。哎，后面有人拿枪，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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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啊，对，就是被别人追赶，甚至是他在加强版的是被别人追赶的时候自己跑不动。啊，对，我经常这样，而且我发现，通常我自己的话是，基本上睡的时间太长了，就容易跑不动，就啥也干不了。但就梦里跑不动。对，这种人脾虚。没想到啊，脾虚啊！我再重新听一听第2期，然后痰湿也会重一点。你可以思考一下，那阵子是不是痰湿比较重？会相对来说有那种泥沼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湿会比较重，
你有点拖不动步的那种感觉啊。对对对、啊，还真是我那2年痰湿比较重的时候，老做这样的梦。对呀呢，老被人家追赶或者走不动道是吧？啊，那为什么要追赶我？走不动就算了，我这脾虚就已经很虚了，为什么还要在后面撵我呢？这就是你的肉体在向你发出警告啊！啊，他在撵我，我的肉体在撵我，你的肉体在告诉你我动不了了啊，所以才会有人。他不是那个撵你的人，他就给你先制造一个危机感，告诉你我动不了，我真动不了。哇，他的提醒方式有一点不太友好，就很直接，但是很直接，难道不是吗？只是你们不觉得而已，是吧？啊、没有想到最大的敌人是身体，就是梦里的坏人是我的身体本身啊，对呢。哇哦！然后第3种的话也很常见，就大家有时候会睡着睡着觉，突然觉得，哗，就是掉下去了，对，或者很恐高，在很高的地方、对对对，马上就要掉下去了。很高的地方可能还不一定是，就是那种要坠落的那种梦。坠落的那种梦，在《内经》里面他会说下圣则梦坠，但这种下圣我后来想了一想，就分成2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是下焦有湿邪，就有水湿啊，或者有一些问题，有痰湿啊这种在下面，还有一种是因为本身它上面太虚了，它下面显得下圣，但是其实整体都会比较虚，就心肺也比较虚，然后肾气啊，就整个气儿往下走那个感觉。然后这个特别搞笑的点就是我曾经好久之前看肌抽跃症，就大家老是说自己睡前可能会有那么突然抽搐一下，抽一下，然后再睡，就那不是就是身体提醒你快死了，说大脑要试探一下你有没有死掉，是吧？对。当时我还后来看了一下，他说现代医学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是因为身体分不清你到底是在睡觉还是在下落，因为你整个身体都进入一个那种不太被支配的状态嘛。这就会一会儿会跟我们讲的鬼压床会有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多见于你过度劳累。过度劳累的时候会更多一些。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跟老板说，老板，我最近做的梦是这样的，从中医角度讲呢，就是我过度劳累了，你把这个活分给别人做吧。你试试。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老板说，可是我也做这样的梦。然后还有一些梦就是反映了大家的基本的生理需要或者生存需要。内经里面叫做肾饥则梦取，如果你白天特别饿，或者你饿了好久，就是睡前饿的好久，你就会梦见从别人那儿拿东西。肾饱则梦语，你就吃太饱容易梦见给别人东西。这个好神奇，这个我没有梦到过，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对，可以到时候看看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期待了。对，这个有一个例子是我们上周正好在高老师的门诊上，他那个虽然不是在做梦，但很接近，因为他是在那个麻醉之后那种半梦半醒之间那种带点潜意识的状态。他呢，对吧？我们门诊的3戒律是戒凉、戒酒、戒海鲜，对吧？这位患者在他做完了那个手术之后，麻药劲儿刚过，人还不太清醒的时候，他就在手术室里叫他妈妈，大叫说：“妈，你现在去给我买那个水果、海鲜、冰激凌、虾，还有烟，还有酒，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榨成奶昔给我喝。”那你说这又是他的需求，但是这个又是我们门诊上不让吃的，那怎么办呀？能看出来这是他的潜意识了，我觉得多少是有点什么生存需要。但是挺逗的，就是这个确实也会反映在你的梦里面。生存需要，那其实就是原谅自己一点，去吃点吧，去喝点吧。就是有时候你们还是和自我和解一下，不要饿到你们梦里都开始给别人东西，或者是跟别人拿东西。那这么想来的话，梦其实是反映我们真实的需求的。对啊，所以不是有本梦的解析吗？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意识，因为我们平时看的时候都是说，哎呀，这个梦里
出现了一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就要往原生家庭去找是吧？对，这代表着什么？梦到蛇啦，或者是梦见老鼠啦。如果是从中医这4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就要去注意我们的心肝脾啊、肾啊这些下焦。就我们中医里面会讲阴平阳秘就没有梦，至少就是那个梦你会不记得。那阴阳偏盛你则见梦。阴阳是不可见的，但我们可以从梦里面的这些水火征象，就从这些山泽树木去辨别看出来。所以阴盛则梦涉大水则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翻灼。就有时候你梦那个是吧，山火，梦火灾，梦烧那种什么火山爆发，这些东西就是说明你上面的阳太盛了。它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就中医它是非常非常直观的，它很朴素。如果是经常梦到水呀、海呀这些的，或者是就是有可能是阴比较盛，阴寒或者之类的，不一定，要看你具体的梦。当然了，我们最好的情况是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就多梦和噩梦肯定都是不好的。就我们庄子里面去讲嘛，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很多梦的问题都是自己心神出了问题。是这样的，当我们神魂足够稳定的时候，其实就更不容易做梦。有一些我们先天心神就会比较弱的人，这也是我从老师门诊那里学到的。就我之前是没有接过太多先天性的这种疾病的患者，但他的门诊上会有一些这种特别重的嘛，然后就会发现这些人，老师在调他们失眠的时候，会提前会跟他们说，就你这个睡觉可能睡到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睡到就是跟别人一样，就死过去那种感觉，就没办法睡到那么的好，因为他们先天的心脏的那个状态就不够好，这是由于他先天决定的，就是他的先天心神就会比别人弱。那还有一个梦里常见的情况，就是我在梦里惊醒，这个惊醒算是我们刚才说的那4个种类的吗？其实一般会算在噩梦里面。对。当然就是这个东西惊醒的话，我们叫做中医角度上讲叫做梦魇。七匹梦魇了。对，是这个。没发现这边是妃子惊叫是吧？对，就惊醒了。然后要么再重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你明明觉得自己醒了，但是浑身动不了，好像有什么特别重的东西控制着你，或者有什么重物压着你，你想叫也叫不出来，然后想找人帮忙也帮不了，甚至有的人是会呼吸困难的，他会觉得自己好像有谁掐着你的脖子，这种感觉，这个我们中医里也叫梦魇，叫被魇住了。当然这个也有一种俗称叫做鬼压床嘛。那这2种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说的心神的这种，还是心神的问题，对，心神的这个神魂不够稳定。那其实从中医里面角度上面讲，我们讲人的睡眠是怎么样，叫做阳入于阴则寐。我们白天的时候，阳气也就是我们的胃气要周游我们的全身，要帮我们保护。晚上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就要从阳进到我们身体的五脏里面，进到五脏里面去循环。它的夜间应该是按照肾、心、肺、肝、脾这样的一个顺序在五脏里面循环。白天的时候叫做什么？胃气出，你就醒了。胃气是从你的两目之中这个眼角睛明穴这里出来的啊。对，很具体，我们这个内经里面都有写。是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是吗？是的。所以人醒来是先睁眼。对。其实是他先出，然后你睁眼，这所以很有意思的中医。然后呢，我后来真的认真的想了想，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鬼压床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代医学里面管鬼压床叫睡眠麻痹。就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脑科学里面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中医里面刚才讲到了阳入于阴则寐，那胃气的循行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按照肾、心、肺、肝、脾这样的一个相克的顺序循环往复的。那我们胃气从阴出阳之前，其实必先经过肝，对不对？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做梦的问题是因为魂魄飞扬，是因为肝的问题。它本来应该先经过肝，然后过脾，但是
我们胃气经过肝的时候，有的人肝是不是有问题？刚才前面都说了好多，对，肝血不足、肝气郁滞、肝火，对吧？就开始做梦，做梦情绪一激动，当然你还有一些别的病理的情况下，那他就经过肝之后，他不走脾了，直接醒了，直接从肝而出，引发梦魇。因为我们的脾其实是主四肢肌肉的，那梦魇发生的时候呢，所以他醒了，但没有完全醒，脾没有醒，脾没接到醒来的通知，脾说啊，你没从我这儿过呀，不应该从我这儿过吗？肌肉就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肢体不能够动弹。原来如此，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我们讲的那个肝的那个魂的部分不是不够好，藏魂的部分不够好。哦，怎么听来听去就是肝的问题为主就是呢，所以我们我们上一期就说了，就是伤肝，你知道吗？熬夜真的伤肝呢。我们再讲讲那个，因为肝藏魂嘛，刚才不是说好多人神魂不宁嘛，老做噩梦，这个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分享给大家，有手就行。我们用4指握住自己的大拇指，就握个拳，对，握一个拳头，还是说握住自己的大拇指？对，屈大拇指，然后用4个指头把它握住，这个东西叫做握固。握固法可以帮助你稳固神魂和收摄精气。这个是我当时在查梦魇的时候，其实之前我是跟别的人教这个是干嘛的呢？我们是讲这个可以去抢你的魂魄，然后有的人走夜路特别害怕，就他会有一种莫名的害怕感，就他老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你，或者那种情况下，握固是会能够让你那个害怕感减轻。就你那种其实也属于神魂不太稳啊。但是这个正好是我那天在查《诸病源候论》里面看到讲梦魇的那块，底下引了养生方导引法里面，他就说居魂门治破户名曰握固，说积习不止，你经常练这个事儿就可以眠时不复开，令人不掩寐，可以不用做噩梦啊。这就是这样握着睡觉？不是，你就是平时经常这么去做，会让你不容易做噩梦。这是不是有手就行？你要告诉我没有手的话就算了吧。不是，这个好像哆啦 A 梦手，然后我们平时没事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嘛，就充满了勇气。我告诉你们，坐在这儿，我没事就握着然后这样稳心神。对，它可以稳心神。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他都是握着手的，就是这个手势。我们要向婴儿学习，要向一个婴儿去学习。然后我们握的时候，其实一般这个大拇指会放在这里，无名指的下方，对吧？无名指的下方，无名指的根部，指根部，我们叫做肝的风窍，就道家那边讲叫肝的风窍。那小孩子出生为什么会握着手？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头顶的囟门是没有合的，这个地方是魂之出入之处。那他握着手的时候，他的魂相对来说就更稳固。所以你说大家走的时候都是撒手人寰，没有人握手走的。撒手人寰，就是的，就是肝魂散了，撒手人寰。哇，我忽然觉得中国文化好厉害啊！就是上一期那个魂不守舍已经让我很笑了一路了，就感觉形容的非常精准，没想到撒手人寰也是非常写实，就很写实。你可以去观察，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就一时间也不知道是人类的出场设置很牛逼，还是中国的文化这个观察入微的很牛逼了。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哇，挺震惊的。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背中医科普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深深的了解中国文化。哇，我再一次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太幸福了，因为中国人的这些文化太经得住就是去钻研了。其实中医本身它的底核就是中国的文化，没有这些文化的部分，我们其实是不会有中医的这一套朴素的而又客观事实的这种方法的，或者说我们这么一套理论的。幸福到了。那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增加深睡眠。对，其实我知道给大家很多的方法，大家也不会去做，但是也要说，所以少则得，多则祸嘛。我决定给大家3个点，根据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么多熬夜也好，做梦也好，为什么睡不好的这些点，
那给大家其实总结出3条来。第一个点就是保持你的睡眠节律啊，就是上规律期我们说到的那个规律很重要。这个个事情是亲测啊，亲测可得。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早睡，明天晚睡，然后后天那个每天的时间点都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深睡眠一定不会多，而且深睡的连续性一定会下降。这个是我亲测，我自己买了手表之后自己去观察的。但是当你一段时间固定的时间，尽量的比如说保持在11点去睡觉，你的早起的时间也会很固定，就它不需要闹钟。对的对的，是的，你到那个点儿几乎分秒不差的就醒来。对，真的。所以连续的早睡是特别有助于你增加深睡眠的。当然做不到连续的早睡，你至少保证连续的睡好吗？连续的那个点儿睡，不论什么时间，哪怕你失眠也好，你躺在那个地方。当然第二个点就是说不要太焦虑，这个难度就高点了啊。对，不要确实这个事情就是不是那么的容易。那这个事儿呢，你可以通过比如听听白噪音也好，静坐也好，瑜伽也好，就睡前的一些拉伸，让你的身体肉体先放松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肉体的紧绷会导致情绪的紧绷，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做完拉伸之后他的情绪也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中医里面身心是互相影响的。你的身体的紧绷松弛下来，为什么我们扎针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刮痧也好，是可以疏导你的情绪的。刮痧可以疏导情绪，都可以。你哪怕用手去这样按揉穴位，也为什么也可以对你的情绪有帮助？是因为你的肉体整个的这个经络松弛下来了，你那个郁结之气也就散出去了。那还有一个点很重要，是增加深睡眠对于现代人至关重要的一个点，也是跟我们前面说的放松有关系。我发现大家都市人有一个问题，叫做身心的使用比例失调，就是我们用脑太多了啊。对对对，我们用脑太多了，用身体太少了。因为用脑已经很累了，再加上身体就感觉更累了。实际上反而不是。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是经常去做一些这种脑力的劳作，频繁的去想事情想项目这些事情之后，你去干一点体力活，你觉得可快乐了。真的很放松。你去搬会儿砖可快乐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想去种地吗？对，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那种种地很流行，让你去和大自然链接，是吧？脚踩泥土，然后每天累的跟那什么一样，是吧？跟老黄牛一样，但是睡得特别好。那个时候睡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现在是心累，因为他每天要想，思前想后想，今天这个工作怎么办呀？明天还要跟那个同事他今天是不是生气了呀？或者他的情绪有什么要处理的？我这个几个部门怎么对齐？怎么颗粒度是吧？怎么样向上管理？每天都很焦虑。那这种时候，白天身体不够累，运动量不够，晒的太阳也不够多的情况下，你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个叫做饥荒的游戏？没有。那个游戏里面它会有2个值，一个是体力值，一个是散值，就是它会标一个大脑。散值狂掉，我告诉你，散值狂掉之后，你看它那个游戏的效果就是什么？就是整个世界都很恍惚，像不像你那个睡不着做梦又很崩溃的样子？那每天还是要尽量散步个1个小时，都不说多运动是吧？对，你要是能增加一点运动量的话，这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深睡眠质量的和比例的。实在不成你就在办公室里面多站起来走走，早上起来打个8段锦，对，打个8步金刚功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什么？还有的话，非得说睡觉的建议，就是睡觉的姿势和朝向。朝向一般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卧室里面床都是东西放的，很少有南北放的。然后如果说是那种打呼噜比较多或者气道状态比较差的，侧卧会比仰卧和俯卧睡要好。侧卧的话一般就是右侧卧对吧？当然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睡的地方没有，要学会给自己打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尤其是那些精神比较脆弱的，
比较容易受别人影响的、比较敏感的那种类型，像是插座，因为我们经常会把手机放在，有的人会放在那个枕头边上、枕头边上、床头柜上面充电，然后上面会有插座，尤其是插排，可能还插不止一个，一是危险，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确实。什么电磁波信号密集的地方，像 WiFi 信号密集的地方，路由器多的地方，这个都离开你冲着床的地方，就你把这些东西都挪开，对于你睡觉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就是说家里的电器，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小卧室嘛，他不是那家里有卧室只是卧室那种，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把卧室里的这些电关一关，插排关一关，反正要不就你就挪挪位置，就至少不要让它在你的床头啊，这肯定会影响，肯定会影响。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好像就是他头对着那个他们家的一个什么呀，好像是 WiFi 的一个啥，然后就接收信号了，反正就是那个东西，他只要对着那个就睡不好。WiFi 别看不见，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多的。就是你别觉得好像那个信号有没有对人体有什么影响？那不是的，那真的有影响的。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师，他还给一个患者治过 WiFi 信号过敏症呢。人家对那个 WiFi 信号过敏。哇，离谱吧？离谱，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生的病啊。当然我就觉得外国人生的病可真奇怪呀。那床上用品什么的也要在意一点吗？你对自己生活质量有要求的话，最好能在意一点，毕竟睡眠要占据我们人生1/3的时间呢，在这上面投资，我觉得还是值得的。那今天我们关于睡眠质量的中医科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